2026年，也就是今年年初，韩国的一名女子利用 ChatGPT 制定了谋杀计划，谋杀了多名男子，并且还不断的复盘，不断的完善她的谋杀计划，最终呢导致了2名男子死亡。事情曝光之后呢，引来了网友们的关注和讨论。而接下来的就更魔幻了，因为这名女子长得太好看了，颜值比较高，短短几天之内呢，她的粉丝数暴涨了50倍。一些韩国的网友无脑的支持她，要求判她无罪。她那么漂亮，关她什么事啊？都是ChatGPT干的。直到韩国官方发出了这名女子的真实照片，韩国的网友们大喊着：“我操，死刑！赶紧判她死刑！”大家好，我是海岩，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这起震惊韩国乃至全世界的 AI 杀人事件。2026年2月9日星期二，韩国首尔北江区的一家酒店里，一名20多岁的男子与一名女子办理了入住。这名男子呢，我们就叫他 A 先生。到了第二天呢，也就是2月10日的下午，到了退房时间了，两人迟迟没有动静。店员们拨打了那个房间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以为呢客人已经走了，于是呢店员就用备用钥匙打开了房门，准备打扫卫生。只见 A 先生静静地躺在床上，像是睡得很沉，而那名女子早就没有了踪影。伸手一探呢，这个 A 先生的身体已经冰凉的了。再仔细一看发现 A 先生嘴唇发紫，口鼻处呢还有白色泛黄的泡沫，这可把店员给吓坏了，马上就拨打了报警电话。警方封锁了现场之后呢，发现这个床头柜上散落着几罐开启的啤酒，以及呢还有一份高档的炸鸡套餐。法医报告显示 A 先生死于药物引发的呼吸抑制，体内呢检测出了药物的成分。酒店监控记录下了整个过程。前一天晚上8点40分 ，A 先生与一名女子手牵着手进入了酒店。2个小时之后呢，女子单独的走出，手里呢还提着一个包，里面可能是作案工具。然后呢，他拦下了一辆出租车，就消失在了夜色当中。虽然监控画面分辨率比较低，画面中女子的脸部看不太清楚，但是呢，警方还是通过出租车司机找到了这名女子，她的名字叫做金素英。而更让警方感到毛骨悚然的是，就在1周之前，金素英刚刚从警局里面出来。事情呢是这样的，2026年1月29日，江北区水鱼洞的另一家酒店里一名20多岁的男子被发现倒在了客房内，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我们就叫他 B 先生。现场呢没有打斗的痕迹，啤酒罐散落了一地。警方最初的判断 B 先生呢是因为过度饮酒而引发的意外。在对 B 先生的手机进行取证时，发现了一条入住期间发过来的简讯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发件人呢就是金素英，他语气自然地告诉 B 先生你喝得太醉了，一直叫不醒你，那我就走了。警方很快呢就找到了金素英，她只有20岁，长相清秀，表现的委屈又配合。她解释说 B 先生呢是自己酒量不好，他不仅没有害他，还试图叫醒他。由于当时的毒物检测结果还没有出来并且呢还缺乏直接证据，警方呢就在扣留他的一段时间之后呢，根据法律就让他先回家了等待着后续的传唤。金素英离开警署的时候，还非常礼貌地向办案人员鞠躬致谢。她看起来呢，就像一个无辜的普通女孩。然而呢，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1周多之后，另一名男子，也就是 A 先生，以类似的方式死亡，而金素英又一次成为了最后和死者接触的人。而这一次呢，金素英同样给 A 先生也发了信息，短信的内容是金素英提议开个房间点外卖吃。到深夜的时候呢，他又发来了一段话他说点完炸鸡看电影的时候，你突然就睡着了。外卖送到的时候呢，我想叫醒你让你别睡，但是你好像很累，我就把炸鸡拿回家吃了。如果 A 先生还活着的话，这听起来更像是一段普通的情侣日常，但是现在看来呢，每一个字都透露着精心的算计之后的险恶用心在警察看来，金素英之所以事后发一条这样的短信，就是为了给自己提前离开找一个理由。警方简直不敢相信的是呢，这个女孩竟然在被警方调查的过程当中公然再次作案。而让警方更加懊恼的是，金素英此时此刻还在社交媒体上疯狂的更新动态，发布了大量的自拍，甚至呢每一条动态末尾都加上了欢迎互关的标签。很明显，她还在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这在办案人员的眼里呢，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挑衅他似乎在告诉全世界，我没有被抓捕，游戏还在继续。
警方立刻申请了紧急逮捕令，并且调查了金素英的人际关系，发现金素英和她的前男友朴先生分手没有多长时间，而且两个人还打过官司。朴先生和金素英同龄，大约是4个月之前吧。他被这个在人群当中非常亮眼的女孩深深的吸引了。让他意外的是呢，这位众星捧月的女孩很快就接受了他的追求。那段时间呢，朴先生觉得自己就像是中了彩票一样那么高兴。但是随着相处，一些异样的细节让他开始感觉不安了。金素英呢，有时候会突然陷入某种情绪冷冷的看着他，眼神非常的奇怪。交往满了1个月的那天呢，两个人开车到一家咖啡馆里约会，在停车场里，两个人因为琐事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就在气氛僵持的时候，金素英突然主动停止了争吵，而且呢，还从包里面拿出了一瓶能量饮料，温柔地对他说：“哥哥，你开了半天的车肯定累坏了，先喝下这个急救法吧。”看着女友主动的示弱朴先生呢也心软了，他接过饮料一饮而尽。然而，他刚走进了咖啡厅坐下之后呢，他就觉得天旋地转，直接就失去了意识，栽倒在了桌上。朴先生在医院里整整昏迷了2天之后才醒来，医生诊断他服用了某种精神类的药物，他立刻呢就怀疑到了那瓶饮料是有问题的，但是金素珍呢坚决否认。朴先生不敢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嘛，火速的就提出了分手，并且呢在1个月之后向警方提供了相关的资料，控告金素珍投毒。而这个时间点距离金素珍对第一个死者 B 先生动手只剩下不到几天的时间。被捕之后的金素英始终不肯承认犯罪事实他辩称自己没有杀人意愿，只是因为害怕异性会伤到自己，才会在产生冲突的时候给对方喝下混有镇定剂的饮料，只是想让他们睡过去，然后呢让自己脱身。如果按照伤害致死罪的来起诉他的，他可能只坐几年牢就可以了。但是警方坚信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为了推翻他的谎言，技术人员对金素英的手机进行了彻底的取证，一条条被删除的数据被还原了出来，然后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金素英和 ChatGPT 聊天记录里的内容呢，让人胆寒。他曾经多次向 ChatGPT 咨询去问什么问题呢？他说，如果将某某药物与酒精混合的话，人体会出现什么样的生理反应？给成年男性喂食多少剂量的某某药物会导致呼吸暂停？如果一个人在旅馆里猝死，并且有抑郁史的病史，警方通常会怀疑自杀还是他杀？法医能分辨出药物是死者自己服的还是被投毒的吗？类似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每一次呢 ChatGPT 都会给出风险提示，之后呢就如实的提供了他想要的答案。而提问的时间呢，恰好就是在他试图谋害前男友朴先生未遂之后。他就像一个冷酷的试验者利用 AI 作为参谋，反复的推敲自己的手段调整投毒的药物的剂量。而法医的对比报告证实了这一点。法医的报告显示，第二位死者 A 先生的体内的药物剂量比第一位死者 B 先生整整增加了2倍的剂量。他通过 ChatGPT 给出的建议呢，不断的完善下毒的药物剂量的配方。这段与 ChatGPT 的对话记录成为了定罪的关键拼图。案发10天之后，韩国警方决定正式以谋杀罪起诉金素英。当案件的细节被披露之后呢，韩国舆论彻底就炸了锅了。不过呢，根据韩国的法律，除非是非常恶劣的罪犯，才会在第一时间公开他的身份。一般情况下，犯罪嫌疑人的隐私也是需要得到保护的，所以呢，官方没有第一时间公开金素英的画像。但是万能的网友通过一张模糊的照片，很快呢就找到了金素英的社交账号，里面有很多金素英拍的照片和视频。而这时呢，韩国网友们的关注点从案件本身转移到了他的颜值上，很多无脑的网友开始支持金素英。一些网友留言说，长得这么漂亮，怎么可能是杀人犯呢？这种颜值坐牢太可惜了，能不能轻判？如果我是被他毒死的，我也愿意甚至有人称她为现实版的黑镜女主，把悲剧娱乐化了。金素英的媒体账号从当初的几百粉丝，短短几天之内就涨到了1万多粉丝。最后呢，这个官方一看社会舆论越来越走偏，越来越荒诞，于是呢就直接关闭了金素英的媒体账号。
不久之后呢，迫于舆论压力，韩国警方最终决定公开金素英的身份信息。官方公布的照片是金素英的素颜照，这张照片呢和她自己在媒体账号里面呢发布的这些照片形象相差非常大，简直就是判若两人呀。这一下呢，韩国网友突然就冷静下来了，一边倒的要求惩治凶手，要严厉的审判金素英。不得不说呢，韩国的网友的态度和立场还是很灵活的，随着凶手的言之变化左右摇摆。官方公开了金素英的身份之后呢，更多的幸存者站了出来。一名男子回忆，2025年的10月，金素英在瑞草区的餐厅里往他的酒里下药，导致他当场晕厥。另一名男子呢，2026年的1月中旬，他在 KTV 喝下了金素英给他的解酒剂之后不省人事，醒来之后呢，身体出现了严重的异常。还有一名男子在便利店为金素英购买了价值3.5万韩元的解酒剂，那笔消费呢，后来被证实是为了下一次作案准备的凶器。心理专家呢也介入了调查，用于衡量人格特性的评估报告显示，金素英得到了高分。她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具备典型的反社会人格特征。她没有共情能力，对他人的生命缺乏最起码的尊重。犯罪心理分析师指出金素英早年辍学，据说呢是因为偷东西被学校给开除了。后来呢，她的现实生活中的这个生活也一直不如意，种种因素呢导致她内心非常的自卑。为了缓解自己的自卑，她喜欢上了掌控别人生死的这种感觉。受害者在她面前倒下的那一刻呢，她才觉得自己不再是那个被社会抛弃的失败者，而是主宰一切的审判者。心理学家推测金素英不断作案的原因，应该就是为了满足自己变态的心理需求。2026年的5月7日韩国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审理。金素英在法庭上否认了全部指控，检方呢则通过播放现场监控等方式进行举证，希望以此来证明他是有预谋的故意杀人。根据报道呢，下一次开庭的时间是2026年的6月11日，所以呢，目前该案还在庭审当中，并没有最终的结果。虽然韩国的法律仍然保留着死刑，但是基于近年来的司法实践呢，实际判处并且执行的可能性极低。如果金素英的故意杀人罪名坐实了，估计呢他会面临无期徒刑或者是3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这个案子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金素英对 ChatGPT 的使用。AR 本身呢是受安全条例的约束的，无法提供具体的犯罪方案。但是呢，金素英踩在了边界上，像拼图一样将客观的科学信息拼接成了自己犯罪的蓝图。金素英她以为自己足够聪明，可以利用技术的中立性来为自己脱罪，甚至呢通过发虚拟信息来误导警方。但是她不知道当她向 AR 提出那些问题的时候，每一个问题都是有记录的，最终呢都成为了将她送进监狱的铁证。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案件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收看，别忘点赞关注支持一下，这里是海岩说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